间歇性断食是一种简单可行的饮食方式，让身体在两种状态之下运行：进食状态或者断食状态。在进食状态下，身体消化食物，胰岛素水平增高，脂肪储存在身体里；在断食状态下，胰岛素水平下降，脂肪有可能会分解。间歇性断食既可以在日常饮食中自由实行，也可以跟生酮饮食搭配在一起。它不需要详细计算卡路里，有多种形式可以采用，比如16:8、18:6、一日一餐或者隔日断食。可以按自己的情况采取任何一种形式。如果比较繁忙，可以采取16:8或者18:6。如果有大段的时间可以自由支配，可以进行一日一餐或者隔日断食。人们看重的是间歇性断食所带来的一系列好处，比如可能会促进体重减轻，降低某些疾病的危险因素，比如心脏病、糖尿病和老年痴呆。实际上，对于不同的人进行间歇性断食有着不同的目标。减轻体重是它最直接的效果，它会带来身体的很多变化，比如胰岛素敏感性增强了，减少了胰岛素，促进脂肪燃烧。断食会增加生长激素的数量，生长激素是主要的脂肪燃烧激素，它是促进人体减重的重要激素，它也是重要的抗衰老激素。对于患有胰岛素抵抗的人，它是一种有效的途径，恢复体内的胰岛素水平。一些糖尿病患者通过间歇性断食的尝试，达到了诱导体重减轻和减少胰岛素需求的效果。当然，这是在医生的指导之下进行的。断食也会诱导自噬，这种清洁机制可以用新的细胞取代损坏的细胞，并从体内清理毒素和细胞碎片。它是身体清理各种受损的零件，让细胞再生的过程，可以减缓老化过程，修复很多疾病。它是对健康最重要的好处，而断食空腹是激活自噬的最佳方法。但是在断食期间，人体会丧失水分，矿物质也会随着尿液流失，身体的养分包括维生素也随着代谢不断减少。适当的补充水分和饮料，不但可以消除断食带来的不适感，还能补充体液的流失。所以安排好间歇性断食期间可以喝的饮料同样很重要。它不仅能支撑间歇性断食顺利进行，也关系到断食的体验和最终效果。在间歇性断食期间，有哪些饮料不会打破断食状态，可以放心的喝，甚至还可以帮助断食呢？我们今天就来谈谈断食期间可以喝的饮料。一个基本的原则是，断食期间要尽可能避免任何含有碳水化合物、蛋白质和脂肪的食物，不论是零食还是饮料，因为它们会抵消断食所带来的好处。但是还是有一些饮料可以在断食期间放心享用。咖啡是帮助减小不适感、抑制食欲的好方法。很多人在每天早上喝咖啡，所以要保证不要让咖啡打破断食。最有代表性的是普通黑咖啡，热量很低，只有几个卡路里，还会有少量的矿物质和营养物质。在一天中喝几杯黑咖啡不足以打断断食状态，即使在空腹也可以喝。它会让人更容易坚持不懈，抑制食欲。咖啡含有天然抗氧化物质多酚，比如绿原酸，这些植物营养素能减轻细胞损伤，预防癌症。多酚化合物还可以刺激自噬，诱导身体自我修复。咖啡和断食有相似的益处，能促进大脑健康，降低心脏病风险，更重要的是减轻炎症，这是导致很多疾病的原因。每天喝咖啡的人可以把疾病引起的死亡率降到最低，所以咖啡是让间歇性断食更加顺利的饮料，它可以跟断食协同在一起，发挥更大的作用。如果能接受普通黑咖啡，那再好不过了，让问题变得简单。实际上，如果习惯了苦咖啡的味道，也没有什么不同的地方，它依然充满了咖啡的浓香。但是很多人不能接受黑咖啡，一定要加一些调味的东西。有些人在咖啡中加些奶，还有人加一勺糖或者奶精，还有奶油、杏仁奶等等，这样行不行呢？在黑咖啡中加少量牛奶调味不会有什么影响，虽然牛奶的主要成分是乳糖、脂肪和蛋白质，但是一勺牛奶只有8-9卡的热量，一勺不足以打断断食状态，能大大改善口感。但是有些人忍不住要多加几勺，或者直接倒进去一些，这会带来问题。因为除了热量，牛奶所含的蛋白质和乳糖会干扰自噬的诱导。如果你想获得自噬带来的身体自我修复和清洁，最好少加牛奶或者不加牛奶，饮用黑咖啡。脱脂牛奶并不会更好，它们只是减少了一些好的脂肪而已。那么糖和代糖甜味剂会怎么样呢？蔗糖当然不行，因为它们热量太高了，一勺有近40到50卡。
这会破坏你所做的努力，打破断食状态，所以加糖是不行的。那么其他种类的糖类代替品或者叫甜味剂怎么样呢？营养性甜味剂是蔗糖的替代品，比如玉米糖浆、蜂蜜，它们能提供大量的能量，也富含果糖，当然会打破断食，增加胰岛素抵抗。有人经常会问，在断食的时候能不能喝蜂蜜水或者加了蜂蜜的茶？答案是明确的，不可以，这会打破断食状态，抵消它带来的好处。糖醇怎么样呢？比如赤藓糖醇，赤藓糖醇的甜味接近于蔗糖，但是含有的热量只有蔗糖的1/16，而甜度达到蔗糖的2/3。赤藓糖醇不会增加血糖水平，也不会改变胰岛素，它被吸收到血液中，在原样通过尿液排出。赤藓糖醇的血糖指数为0，糖尿病人可以用它来代替糖。口腔中的细菌不能利用它来繁殖，所以它能抑制口腔细菌的生长，这也是很多口香糖或者牙膏中添加它的原因。所以它是可以接受的代糖，不会打断断食。唯一不好的是，如果食用太多的赤藓糖醇会引起腹胀，因为它们会引起肠道细菌发酵产生气体。跟赤藓糖醇非常类似的另一个糖醇是木糖醇。木糖醇的甜度类似于蔗糖，但是只含有蔗糖热量的3/5，它的血糖指数是7，而普通蔗糖是60，所以它可以作为减肥瘦身的甜味剂。糖尿病人、肥胖人群可以用它来代替蔗糖。跟赤藓糖醇一样，它也能促进牙齿的健康，帮助预防蛀牙，因为它会代替口腔细菌的食物，最后导致细菌被饿死。在间歇性断食中，木糖醇会不会打破断食，取决于加入的量，少量是可以的，多了也会打破断食状态。另外需要提醒的是，木糖醇对宠物狗是有毒的，即使是一小片含有木糖醇的口香糖，也会让有些犬类生病，养宠物的人要注意。另外一种受欢迎的代糖是甜叶菊。甜叶菊来自于甜叶菊的叶片，它的甜度是蔗糖的200倍，它的血糖指数是0，几乎不含卡路里。它可以降低血压和血糖水平，甚至提高胰岛素敏感性，所以在间歇性断食的时候可以使用它，不会打破断食状态。但是要提醒的是，很多市面上见到的甜叶菊产品并不是单一的甜叶菊，还添加了其他成分，比如赤藓糖醇或者葡萄糖，甚至蔗糖，所以要仔细看清楚。罗汉果甜苷是从罗汉果中提取的，这种藤本植物主要生长在中国广西的山林中，所结的果实罗汉果几百年来一直是制作清凉解暑、润肺止渴饮品罗汉果茶的原料。它的甜味是蔗糖的200倍，但是热量是蔗糖的1/50。罗汉果甜苷有抗氧化和抗炎的特性，甚至可以降低血糖水平。但是罗汉果干果中含有一定量的葡萄糖和果糖，所以用它来做代糖很容易打破断食状态，会对胰岛素产生刺激作用。那么人工代糖怎么样呢？糖精是最常见的代糖，它是人工甜味剂，看起来很像蔗糖，因为它不含热量，人体也不会分解它。它的甜度是蔗糖的300倍，所以被很多人加在咖啡中。在上个世纪70年代，人们发现它会让实验大鼠患上膀胱癌，后来发现这与人类的情形无关，在人体中没有明确的这种联系。其实在市面上见到的糖精产品中还添加了葡萄糖，很多营养学家不推荐使用这类产品，也有人发现这会让血糖升高，所以不推荐使用糖精。3氯蔗糖是另外一种人造甜味剂，尽管没有卡路里，3氯蔗糖可能仍然对新陈代谢和脂肪减少产生负面影响。3氯蔗糖是从蔗糖延伸而来的，但是化学结构不同，人体不能将它识别为碳水化合物，这意味着它不会被代谢为能量，但是它会改变肠道菌群，并且可能对葡萄糖的代谢产生负面的影响，它可能会打破断食，所以也不推荐。阿斯巴甜是市场上最受欢迎的人造甜味剂，它实际上是由氨基酸组成的，它是很多无糖食品和饮料的首选甜味剂。像3氯蔗糖一样，阿斯巴甜不会引起明显的葡萄糖或者胰岛素反应，但是长时间食用会导致肠道微生物菌群发生变化。另外还有一些证据表明它似乎跟一些疾病的产生有关系，所以它是一种有争议的甜味剂，它可能会打破断食。咖啡奶精怎么样呢？奶精的成分因品牌而异，但是大多数咖啡奶精都是由水、糖和植物油加工而成的，它需要大量的加工，含有卡拉胶、纤维素胶和人造甜味剂，当然还有糖。有些奶精含糖量高达1半，
它可以改善口感，让热咖啡或者冷咖啡变淡或者变甜。因为奶精的加工方式和种类太复杂了，很有可能会破坏断食状态，所以如果你不能确定，最好不要添加。奶油是一种乳制品，是从牛奶加工而成的，它的脂肪含量很高，一勺重奶油有50卡，它完全会打破断食，所以是禁止的。杏仁奶是从植物加工而成的传统牛奶的代替品，含有一些矿物质和维生素，对心脏和健康很有好处。只要没有强化糖，它的热量并不高，一汤勺的热量大概是5卡路里，少量加在咖啡中不会破坏断食，但是不能大量摄入。咖啡是很好的断食饮品，但是咖啡中咖啡因的含量比较高，一杯普通咖啡含有近100毫克咖啡因，所以过量饮用咖啡会带来很多副作用。每个人量力而行，过量饮用咖啡不仅会影响睡眠，还会让心跳加快，所以一定不要过量，在下午和晚上避免喝大量的咖啡。好了，关于间歇性断食可以喝的饮料先介绍到这里，下一次再介绍其他的种类。记得订阅我的频道，打开小铃铛，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新视频了。谢谢收看，下次见。